我会先上一次马力机，让你们看一下原装的数据，做了 remap 之后呢，才来让你们看一下过后的这个数据哈。Hello， 大家好，我是 Eder， 不是歌车兵，只是 POV，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欢迎回到我的安哥车 remap 系列啦。如果你们看我上一期视频的话呢，我是把我的车拿去换黑油啦，换牙油啦，然后换了 bearing 啊，换了 drive shaft 这样子的啦。然后上一期视频我也预告了我会拿这辆车来 remap， 是不是？结果它来了。今天呢，我来到卡将这边，非常感谢 WS Remapping 帮我去做 remap 啦，也感谢 Tuner Sam 还有俊伟。如果你们有看我之前拍过他们的 Camry 2.4V remap 上山的话呢，你们就知道了啦哈。其实我当时也没有想过要 remap 这辆车的。只是说我试过了之后，我觉得好像有差别哦，我就抱着一个好奇心了，到底 remap 了之后，我才知道我的车到底有没有变化嘛，对不对？第二点呢，他们说 remap 之后会比较省油，那我也是比较好奇的啊。第三点呢，就是这辆车虽然没有东西好玩，但是也想要有一个新鲜感，那我才会继续加下去呢，对不对？这个视频呢，就会带你们去看看我这辆车的 dyno 过程，也顺便给你们一些小小的知识，到底 remap 车是怎么样的啊？我会先上一次马力机，让你们看一下原装的数据，做了 remap 之后呢，才来让你们看一下过后的这个数据哈。而且这一次的马力机呢，不是什么那些普通的，而是 dyno jet。众所周知 dyno jet 是不能调那些什么 retarder 的，所以也不能骗你啊，也不能偷亲啊，这样子。这是俊伟啊，老板好，又见面了，这是阿 Sam， 对，阿 Sam 在里面哈，所以这次的 tuning 就麻烦你们了哈。所以其实我们车为啥要 remap 呢？车的性能 upgrade 咯，马力跟扭力 upgrade， 让车更加好开咯。很多人一定会问啊，这样 remap 会不会伤 engine 啊，伤车这样？其实是不会的 ，remap 这种东西是不会伤 engine 的啦。把原装的程序调高它的马力跟扭力啦。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原本的 engine 呢 loading 可能100%，原厂的那个 ECU 可能才给一个60-70%，让我们把它可能开到这80-90%。80-90%啦，就讲提升力的啦，而且油耗也会省了，就这样。对，这个我想知道，就是我尝试了这个之后呢，我要给大家知道那个油耗会怎么样。我们做 remap 之前是不是应该把车先service好啊，那些会比较好，更加状态是不是？最好的状态啦，如果是把黑油啊、牙油啊换了新的嘞，那种出来的效果啊会更加完美了。我的车就是上个礼拜已经做好了黑油的 service 啊，换了牙油啊，然后 bearing 啊，全部 drive shaft 全部弄得好了啦，所以我希望这次的不会让大家失望。这个 2.0G 的 Camry 呢的原装马力是150匹左右啦，190个牛顿米，这是 on paper， 但是实际上拉出来马力是多少呢？等下我们就知道了。我觉得120多，120左右了。等下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会这么低呢？因为我们的车是在轮上嘛，就是我们有车身的重量啦，所以我们这个马力机会模拟它在马路上跑这样子，不是偷情的啊，不是偷情的啊，重机来的，重机的。刚马力出来3次哈，所以3次是最标准的。这个是你原装马力125匹.94啦然后扭力 max torque 17.39，这个是原装的数据了。哦，哇，125匹耶，在我的预料之内啊，真的。你的2.4原装多少？122。为什么我们这个2.0还比2.4更高了？因为压箱出来的马力不一样嘛，这款车更加 upgrade 嘛，因为每一代车的压箱都会更加进步的。没有想到它的2.4马力非常多，它2.4是5 speed 嘛，你看我的4 speed 嘛，4 speed。我有没有想到这一代压箱这么厉害的？进了之后再上一次马力机，看它 up 多少了 ？Camry 啊，Camry 也做过 Ambang 那些当然可以，可以啊，可以，但是不是每个车可以的啦，不是每一辆车可以。而且如果你要做过 Ambang 呢，最重要的是烟白前到后要换了，原装的是没有声音的。但是我不要，我真的不要。Camry 有，哔哔叭叭，是吧？不可以啊，不可以。一般上这样子 tune 会 tune 多久哦？一
个钟。大概跑多少次啊？这样子？这个是要看车的情况的，跑多少轮这个我们也很难说。Grammy 也是一个很麻烦的，因为它没有那个 button 可以放那个关那个 traction control。对。所以我这一款呢，因为是12年的第一帮呢，2.5跟2.0是没有 traction control 的，so 可以不用关，是直接跑。像如果你那款的2.4，或者是我这款的2013之后的2.0跟2.5都要关，所以每关一次 engine 就要关一次。对啊，做那个麻烦。对。139匹，然后 Max Torque 170多公斤米啊，怎么讲的？这个就是叫 Magic 啊，原装是125.8，所谓的 NA 上14匹。NA 不是没有可能上10多匹的，只是讲看到我们讲去做给你们看。OK， 其实容易的，就是刚才我们的成绩是这个是原装，原装跟原装好的，分别你看在3000转的时候，扭力一直到看，都是好过那个原装好的。原装是蓝线啊，对，改装是红线。现在上3匹罢了嘛，为什么我可以突然间可以把它变成14匹？从125变到139，因为我们用的牙 gear ratio 不一样。刚才我是用2号牙，现在我用3号牙了。3号牙的时间长了，然后时间长过后，它的 calculation 就是它会算的话，它会比较高一点的。所以你有看到吗？你注意看它的 graph， 它 graph 总之是不美的啊，不顺的，不是讲作假啦，可以啦，就是可以把数据来变一下啦，改变一下那个数据，让大家看那个数字的话有点不一样哦。如果是要看数字的人，这个就很适合了。我们是很老实的讲，上不上得到，我们都跟顾客讲，上2匹我就上2匹，我不需要去做这个给你看上14匹。不过最重要是等一下等 Evan 试驾过后才知道什么分别。对，这些全部是数据。数字来的。如果像看到这个 dog dip 呢，这个是因为车的那个 setting 或者是 condition 的问题，有很多可能性。dog dip 有可能 exhaust 啊、进风啊这边的问题有很多可能性。不过我们不会看到现在很多牙齿印。原装的话，你看，它在3000，对，你看你原装的数据在3600、3973的时候，3900啊，到这个4500，你是的沥水是没有这样好的。经过 remap 过后 ，fuel ratio 啊、ignition 啊，全部完了过后，调了过后这是最美的成绩了。所以就是讲，现在动力的问题还是存在，只是讲我们把那个动力的那个时间缩短了，就是这样子咯。扭力就是以前3800。最高扭力值是17，现在4000转的时候最高是17.48，这个是 maximum peak torque。如果讲我们直接看图，我们要看 overall。比如在这边的时候4100转，你的扭力在17。现在就17.42，最好是每1000 RPM 来看那个分别会比较准啦。5000 RPM 的话就以前是16.78，现在17.11。我们看扭力马力不要讲了，扭力上马力就上了的。像刚刚我们跑那个 top speed 是为了什么去跑？因为有些车款他们原准的 speed cut。Camry 如果讲是 ACV 40 2.4的，2010、2011他们是讲有 speed cut，所以我们就可以 disable 它 speed cut。我们在这个 dyno 机跑这都 speed 不代表这个车你在路上可以跑那么快，不可能，因为在路上你是4个轮在地上走，我们 dyno 机是2个轮，过后没有撞风，所以我只是证明给你看，我有帮你拿个 speed cut。所以到路上的话就看你的 condition。你们还可以坐很多车吗？就是可以啊，几乎只要你讲得出都可以做了，都可以做的。有什么的话就联系他们，因为其实我对 remap 不专业，也要问专业人士才对吗？没有专业啦，要不然就刚学罢了。对也好 ，Sam 也好，我会放他们的 Facebook 在下面那个 link 下面 description 那边，你们就可以去看。自在分享大家学一下这样子看dyno图。NA 车为什么你们会讲上2、3匹我会标做更好？
这样子做是浪费时间2-3P 的那个时间。不过驾的感觉不是那2-3P的分别，你会有感觉。如果赌波就是可以上很多，因为赌波只自在一点，就是 boost。你的 boost 的巴数越高，肯定是拿更高马力。不过越高就风险就越高。给你们看看那个 remap 之前跟 remap 之后，我这辆车数据啦。非常感谢这次君威，非常感谢 Sam。谢谢。这样我明年再过来给钱咯。可以，没有问题。小事。OK， 最近用太多钱了。来，哎，车忘记拿哎。喂呀，试车了喂。Let's go。我的 ABS 灯亮要后面走了一下就 OK 了啊。走了一下就可以了。Steering 也是有一个灯，看看。这个是正常的。再走一下才没事啊。因为刚刚我们在马力机上，我们后面轮是绑着是没有动啊，所以拉着 handbrake 它就出一个灯啊，就是这样。这个是显色啦，你后尾轮没有转，你前面轮转嘛，所以它 detect 不到。哇，那个瞬间是感觉到油门啊有轻哦，比较轻了。虽然现在我的 Race Ship 我有这个 Race Ship XLR，我是放 N 的，我由头到尾都是放 N， 因为我不要给它影响到什么东西。虽然这个 Race Ship XLR 是没有改变任何的马力啊，只是说它的那个 response 会快一点。这个我先 try 一下 neutral。真的感觉到，真的要自己车主自己试看才知道。NA 加不高，但是出来的效果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马力扭力不高没关系，有上到就有感觉了。轻了一点油门，然后而且那个力来的比较顺，因为之前那个3600转它跌太动地吧，跌下来，所以这个要到4000转就很顺了。我感觉到那个车力会比较大一点。现在坐3个人呢，我都感觉到现在是3个人，都比较有那个爽。要不然我们坐3个人，整辆车好像很沉啊，太重了，太重了。哦，我真的是没有在开玩笑的哦，没有就是乱讲的哦，真的是，因为我是车主，你知道吧？我才知道它的分别。你不是车主的话，你很难知道那个分别的。Race Ship 的 XLR 把它换去 R Plus， 再试一下那个反应。哦，你看我都说了，我一推档的时候，它会点一点油的，有点很爽的。来，我放1号牙，再踩，可以拉到6700，换牙，踩到完了啊！哦，哎，3号牙还是有力气哦。啊，它不会沉那么多。原本是以前的比话较会沉一点的，没有软车去啊。对。180了哦，上桥了，不要看小杨安个车，我跟你讲，哇，睡我遭罪啊！早一天我会拿我的车上山，因为你们每次讲我绕人家车吗？有看没有？还不快下面 comment 给我知道一下 ，remake 之后上山有什么不同？因为现在我的那些 absorber 也换了啦，胎压也是蛮新的啦，所以就。关注。OK， 这个视频非常感谢君威，还有阿 Sam、Tuner、WS Remapping 这集的视频呢，也是非常感谢 Race Ship XLR 的帮助下，这个反应就真的是很快了。所以当然这个 Race Ship XLR 是没有增加任何的马力的，只是提升我们的这个油门反应，而且是来自于德国的科技、德国的产品，没有什么叫 I am China 的啦。但是不是每一辆车都是一样的啊，一定要根据你什么车款才能安装这些东西，不是什么车都可以 plug and play 的。如果你们有兴趣要 remap 的话，可以联络我们的君威还有 Sam 他们的 Facebook page 也好，电话号码都好如果你们对这个 Race Ship XLR 有兴趣的话，你们也可以看我之前 X50的视频，我也是他们的 Race Ship Trick Tuning， 还有这个 Throttle Tuning SLR。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联络 Race Ship 的 IG， 还有 Facebook， 还有他们的网页哦。好了，那这样子，我们下一集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可以上山。OK， 这辆车上山。OK， 拜。等一下跟我去吧，上山。其实。